天仙牡丹一掌拍掉树人的脑袋，这里就是传说中的仙境蓬莱，千年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人类能抵达这里。察觉到不灭的杠扭头就跑，但刚刚还在远处的牡丹却在瞬息抓住了杠，表示自己目前还不打算杀了他们。意识到牡丹要比他们之前遇到的怪物厉害很多，左切强忍恐惧拔刀对准牡丹，让他把杠放了。这时地上的树人脑袋开口介绍了牡丹的身份，他就是天仙不空救君。这样的方法杀不死他，这会加速他的术化。树人没有多不舍，只希望他死后的灵魂能被招至蓬莱，但却听牡丹说那些什么天仙啊、灵魂呢，全都是骗人的，是宗师编出来维持岛上秩序的。这座岛就是生命的实验场，树人和其他人不过都是实验的诞生品，而来到岛上的人类都只是研究的素材。说着，牡丹召唤出5个用人类改造出来的僵尸，质量好的人类要做成丹。自古以来，上座的人类都把丹称作仙药，但是很可惜，这里并没有那种东西。丹对于他们来说不可或缺，但普通人吃了就只会鼠化。牧人和花人虽然近乎不死，但并非不老。他们的同伴在研究这些东西，但要得出结论还要很久，所以说这座岛上并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。左切也傻眼了，没有仙药，画没完又该怎么办？牡丹表示他们是乖乖从了自己吧。结果一回头，僵尸抓住的杠突然变成了一棵树。杠用替身逃脱后，激发苦正中牡丹要害，随后抽刀砍下了牡丹的脖子。就算再怎么厉害的怪物，这下肯定也死了吧？以为自己杀死了牡丹，杠脚底抹油就要开溜，顺便拍醒还愣在原地的左切。他知道没有仙药的事让左切很受打击，但现在最优先的是保命，只要还活着，就一切都好说。然而他们没有来得及逃走，牡丹的脑袋已经长了回来。他随手一挥，2只僵尸扑到杠的上空膨胀爆炸，溅射出了不明腐蚀液体，瞬间将地面融出大坑。还好杠反应迅速躲开了。牡丹发现杠也能感受到气的存在，只是运用的还不熟练。这是仙太走上前表示牡丹想要杀了杠，必须征得他的同意，因为这是他的工作。对手是几个，牡丹都无所谓。他表示可以教授杠运用气，如果资质好的一点，就可以一起修炼房中术或者成为丹。没想到仙太居然会为了保护罪人拔刀，难道他对杠抱有某种特殊的感情吗？而就在左切走神的瞬间，牡丹一道气隔空打来，将他击飞数米远。下一秒，他的手脚都被仙太砍断。杠喝下药物，全身分泌出粘液，射出粘丝，将牡丹团团围住。既然一种方法杀不死，那他就多试几遍。杠能将喝下的药物在体内代谢分泌出来，这就是他的忍术、忍法、密牢。溶解性的蛇毒将牡丹的身体腐蚀殆尽，上半身被气得一干二净。然而下一秒，牡丹的身体这次犹如藤蔓一样快速重生了，而且他更断定杠的这些招式就是在使用气。能代谢毒液已经非同常人，他只是在凭感觉使用气，应该多学些炼气之术。没等他重生完毕，仙太一把削掉了牡丹的眼睛，只要不让他生成眼睛，他们就还有胜算。牡丹听到这里，直接放弃长回眼睛。既然如此，杠和仙太的攻击都没有影响到牡丹分毫，反而是他们2人在互相妨碍。牡丹一把拎起杠来击飞仙太，无法熟练使用气的，终究也只是凡人，无法和他们匹敌。左切问树人天仙有没有弱点，现在如果不想办法活下去，他就永远见不到梅了。提起梅，树人绝望的眼中再次亮起了光芒，告诉左切丹田是要害。牡丹对杠很感兴趣，他准备先杀了仙太，再来和杠好好玩玩。最后左切突然发起偷袭，仙太提醒左切对手能预判动作，读取意识。牡丹丝毫没有将左切放在心上，左切浑身的气总量平平无奇，就算通过扔刀奇袭砍到了他的丹田，没有气的攻击，身体也会在顷刻间愈合。而在场没有人用气熟练到能杀死他，而失败了一次的左切却没有停手，他逼近牡丹身边，周围薄弱的气在瞬间爆发，刀锋上挑砍向牡丹。牡丹紧急回避，但还是被砍伤了半张脸。而这次他的伤口居然没再生。在接近牡丹的瞬间，左切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力量，如果那就是气的话，他就知道该如何将其斩杀。因为花梅丸和鹿太郎偶尔会散发同样的气息，伤到敌人需要气的量达到一定的水准。左切能使用呼吸法暂时提高气，而他的气对牡丹来说可谓剧毒。牡丹非常兴奋，终究是左切会杀死他，还是他会被做成完美的作品呢？牡丹施展风术，身影消失不见，顷刻间朝着左切抓去，可惜还没得手就被杠的粘丝禁锢。这不是消失，而是让气变得极度稀薄，让人无法察觉，和这的替身术是一个道理。左切想要趁机杀了牡丹，却见对方一张嘴用音波击退左切，随后下令让僵尸杀了杠。仙太长在杠的面前用突刺杀死僵尸，牡丹突然咬断手臂再生，朝着杠挥来一击，杠趁着仙太一躲，一击正中仙太后背。
左切的攻击随即而至，但是牡丹已经能预判他的刀了。几次被中，运用极其消耗体力的呼吸法，左切的身体已经快要撑不住了。刚和现代配合切断了牡丹的手脚，将人棍送到左切刀下，却见牡丹笑了笑，说了一句太嫩了，随后竟然高高跃起，漂浮在空中，干涉并操纵空气中的气，就能在空中制造立足点。牡丹将身体转化为女性，仙术吸刺，铺天盖地的攻击朝他们兜头砸下，三人只能仓皇躲避。呼吸法消耗的不仅是体力，才用了一会儿，他就头晕目眩，直流鼻血。难道就要到此为止了吗？刚果里左切现在放几个太早了，牡丹会放这种大招，肯定也是被逼急了。只有左切的攻击他一定会躲开，说明左切就是他的弱点。他不是神，都是怪物，只要是怪物就一定能杀死。刚再次喝下药物分泌粘丝捆住牡丹，即使被击中也完全没有躲避的意思，而是拼尽全力的将牡丹从空中拽了下来。他才不会死在这里，妨碍他人生的家伙，就算是真神他也照杀不误。牡丹坠落在地后，仙太一刀捅进他的心脏，用身体将牡丹控制在原地。而此时左切已经冲上来，对着牡丹的腹部狠狠一刀，牡丹当场被腰斩倒地，正中丹田。这一刀，这一下是真的结束了。一想到这么强大的存在还有6个，左切觉得无比疲惫，而且仙药根本不存在，他们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？仙太提议他们先休息一下，就算得知没有仙药，刚还是一如既往的开朗。见仙太看刚的眼神不对，左切就问他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。仙太慌的那叫一个明显，他只说自己羡慕刚的自由奔放，毕竟自由这种东西与他无缘。小时候他想要成为画家，但是他们家的男性必须进入山田家门，他非常讨厌山田家，也讨厌楚仙人的工作。他苦苦挣扎，试图将杀人正当化。他之所以熟知宗教，是因为信过宗教，但讽刺的是，他所求被视为勤奋，段位不断提升。最终他放弃挣扎，封闭内心，只是一味的完成任务。只有刚看出来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家族和任务，刚看透一切的双眼和残忍冷酷的举止也曾让他困惑。可不知为什么，在他这个不断欺骗自己的人看来，只会欺骗他人的刚是那么自由而耀眼，让他羡慕的无法自拔。想起画眉丸，左切多少能理解仙太的心情。画眉丸杀死2个道士，结果忘留活口问关于仙药的情报，他们没有什么想要他做的，没救了他2次，他也想要报答梅还没说什么，画眉丸突然喷出鼻血，一头栽倒在地。刚突然发现牡丹的尸体上长出了很多花，紧接着一根花苞突然探出头来朝他刺去，仙太猛地撞开刚，被刺了个正着。无情、残酷、杀人的罪孽深重，刚就像是一阵强风一样吹飞了他的所有常识，无法靠近，也无需靠近，他只求在身边看着他，为他画上一幅美丽的画作。但现在似乎不是画画的时候，但那也不重要了。仙太的头上开满了鲜艳的牡丹，左切吓得跌坐在地。在他们的身后，发动鬼尸节的牡丹已经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怪物。而就在2人束手无策之际，世元赶到。